家咖啡店的两侧呢，分别是陈福路和安阳王路。这个安东广场呢，新安东广场就在安阳王路，包括老的安东市场也在这个安阳王路。新安东广场是一个比较现代化的一个商场啊。那新安东商场的附近呢，是一个安东市场。老魏以前也对安东市场做过记录。那个时候呢，越南的疫情，刚刚放开，整个市场上人流量就很小，非常小，没有多少人。那今天我们再回头来看安东市场的时候，人流量就相当大了。在前方呢就是安东市场，然后这条巷子呢就是左边是安东市场以及安东市场附近的居民，那右面就是新的安东广场。现在已经是正午时分了，这条街上还是有很多的人，还是非常热闹，充满着生机啊。因为安东市场附近呢，就是白天人特别多。这里有很多卖纪念品的、卖衣服的、卖鞋子的，最多的当然是卖水的和小吃的啊，卖水卖小吃的特别多。现在他在做的是一种越南的特色，就是香蕉啊，里面是香蕉，外面是油条一样的啊，做出来香香糯糯的。这是越南的一个特色小吃啊。一边是安东广场的出口，一边是老的安东市场的出口，所以在这条街道上做生意，人流量根本就不用担心。很多小商贩非常聪明的在这里摆摊，然后生意也非常好。好的好的。边上这个大哥呢，让我拍一拍这个卖水果的阿姨。卖水果的阿姨呢，不好意思，把头别开了。这条街上的房子都非常整齐啊，然后那个楼层啊也比较高。这里就是安东市场的一个侧门啊，一个侧门的入口。前面这个带彩色玻璃的就是安东市场。安东市场呢是越南胡志明市最大的就是干货的批发市场干货的批发市场就是南部的一些水果干一些水果包括腰果包括一些其他的海鲜扇贝那种晒干的虾干它是这样的批发市场，里面非常多。然后随着这个经济贸易的发展呢，就是它里面也有卖衣服的，也有卖一些化妆品的，也有卖一些金银首饰的，甚至有很多其他的商品我说不上来的，包括一些电子产品，现在已经成为一个综合性的市场了。但是它的特色依然是保留着，它卖的有越南的一些土特产，也就是农产品农产品的初加工的一些东西。这条街呢，相对来说也没有那么宽，比较窄，然后又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长所以很多人呢逛完了安东市场都要走一走这条街。这里面搭的全是椰子整颗的椰子在这样卖。卖的椰子呢相对来说比较便宜，因为它没有放在冰箱里冷冻一下，就是放在外面常温。有很多人工作比较累了，然后就买一颗椰子，然后他就把椰子水取出来，然后倒在一个杯子里，杯子里加上冰块，那冰块加上椰子，就是冰镇的椰子水非常解渴然后口味又好喝起来非常舒服。路口的这几栋房子非常漂亮
啊，装修的很有特色。在这条巷子的尽头啊，有很多摆地摊的。那尽头呢叫鸿文路，啊，这条路呢也是非常热闹啊。这是一个单行道啊，所以只能从第一郡方向过来。这边就是安东市场的另外一个门儿。在安东市场附近呢，像这种老房子啊，都是解放前建的，都已经斑驳老旧啊，充满了这个岁月的痕迹啊。今天的安东市场啊，这种老的安东市场，我听说是没有这样的大厦的，它是露天的。最早的时候是露天的，那现在也是加固了，就是也是重新装修了，和以前的风貌不太一样了。周边这样的老房子啊，还是保留着原来的风貌。其实建筑结构没有发生变化，包括外墙啊，都应该和解放前差不多。在安东市场的门口啊，有很多这种摆小摊的，卖的有水果啊，有吃的，就是充满了这种生活的味道啊。市场里面我是拍过的以前，所以如果大家想看的话，里面的结构，大家可以再看一下。当然，里面现在也是非常热闹，人流量也很大。我今天主要是拍的呢，就是安东市场周边的小巷子，啊，这样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第5郡这安东市场附近的一个氛围。然后也有一个粉丝跟我说，让我来拍一拍他曾经住过的地方，就是我就找不到那条信息了，我也不知道他住在哪里了，所以我把这周边都拍一下。在拍视频的时候，这个大哥就认出我来了。然后这个大哥在这边做生意，做了有7、8年了，说是。然后他会讲广东话，但是不会讲中文。然后我讲中文，他也听不大懂。这大姐在做的，我不知道是什么，炸的应该是萝卜丝一样的。哦，这有萝卜，这是不同颜色的萝卜丝啊。做的萝卜丝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炸，炸了以后做什么，他也听不懂我说话。然后他一直这样炸了很多，应该是做成别的点心啊，或者什么。在安东市场边上呢，有很多这种小吃店啊、餐厅啊，因为人流量聚集的地方，一定在犄角旮旯里面有很多，就是店面不太好的位置，然后租金相对来说比较低的地方，有一些卖餐饮的或者卖水的。不知不觉呢，就到了安东市场边上有一条小巷子了，另外一边的小巷子。满宽的这个双向2个大车道，然后摩托车、汽车都非常畅通。这条路应该是建的比较晚了。在这种地方呢，贫穷和富有啊，就是紧紧相邻的。古老和现代也是紧紧的挨着。看一下这栋楼啊，这栋楼的从建筑风格上来看，应该是在至少50年之前了。然后边上的大楼非常新啊，应该是最近几年才建的。其实，在越南胡志明就是这样。胡志明呢，其实它的整个城市的历史也不过是300多年，然后在这300年里面呢，它保留着300年前的一些建筑，也有着近几年刚刚兴起的一些建筑，所以呢，胡志明市，虽然历史不是特别的长。也没有一些其他的特大城市那种辉煌的历史和辉煌的成就，但是我觉得胡志明市从它开埠的那天起，也就是在叫嘉定、西贡或者是提案来叫这些名字的时候呢，它已经是充满了一些复合的元素，正如它今天包容着过去，也有着现代一样，它
在开埠的时候，这个城市在开埠的时候，就有很多华人来到这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后也有很多越南人和华人一起，创造了很多辉煌的历史。当然，那时候的华人呢，他们不认为自己是越南人。那随着历史进程的发展呢，华人和今天的越南人已经融为一体了。其实曾经的华人也就被称为越南华人，而这些越南华人呢，成为越南第8大民族，也叫华族啊。这里应该是一所学校啊。这还有一家国际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从门头可以看出来，它应该是一个华人开的，上面写的有中文、有英文，还有越南文。在这条巷子的尾端呢，也就是靠近安阳王路的地方，有很多金店啊，卖的金首饰非常非常多。现在我们已经走到了安阳王路了，安阳王路对面呢是一个小教堂。胡志明市呢，给我感觉一大特点呢，就是到处可以看到很多这种林立的金店啊。它不像在中国那样，很多金店有这个保安把守啊，或者说有非常好的安保。这边是没有的，这边感觉这个金店全是在菜市场或者说一个市场的周围人流量大的地方、密集的地方，感觉就跟那个卖菜的是一样的哪里有卖菜的，哪里就有这个开金店的，而且金店是一家接一家，非常多。给人感觉非常壮观不知不觉呢，我就把这个安东市场的周边的小巷子都走了一遍。那这里是安东市场正门的停车场，这边是停汽车的地方，里面有大量停摩托车的地方。最后一个镜头，我们就给到安东市场对面的这一排房子吧，我觉得挺漂亮。我们把安东市场周边的小巷子逛了一遍，那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欣赏，祝您生活愉快，拜拜。